雪，寒冷刺骨。叹一口气，模糊了前路。月光知道我所有的企图，不过是在你心口写一页书，然后我就笑着哭，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，接受所有悲情的礼物，连遗憾也不敢辜负，然后我也不认输，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，走过寒冬像依旧如故，等春色再晕染归途。瑶儿，我的瑶儿。夫人，瑶儿这是怎么了？疹子，你看看，起满了疹子。方才诸位可有带檀香在身上？这三娘子啊，打小身上就碰不得檀香，这全江宅上下的人都是知道的，这身上自然是不会带。是不是有什么宾客身上带了？你有话直说。娘子是戴了二娘子送的耳环之后才出的事，会不会是耳环里有？把耳环取下来看看。是。二娘子，你这是何意？奴婢知道你心怀不满，也对三娘子没那么喜欢，可此举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没有不喜欢若瑶，更没有放香料。这都人赃并获了，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丽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可否给我和若瑶一点独处的时间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我在真女堂的时候，也出现过类似的症状。我知道有法子可以让若瑶好受一些。有什么法子是我和父亲不能看的吗？母亲，且听我的。你和父亲都在此，你怕什么？人都走了，有话直说吧，为什么害我？三妹，我无意在今日抢你的风头。作为你的姐姐，我只想和其他姐妹一样，在今日祝贺你。只是，偏偏有人不想让我去你的机里。别在这假惺惺装无辜了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用檀香害我？明明知道自己怕檀香，还要忍着痛用苦肉计，就为了出机里的气，也真是为难你了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让父亲进来，让他看看你恶毒的嘴脸。我是为了保全你的面子，才让他们都出去的。你真的有把握一场苦肉计就让他们罚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若你咬定是我陷害的你，我帮你推演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。首先，我会让我的丫鬟香巧来为我作证。这副耳环我买了之后，就一直是她帮我收着，我从未碰过。我知道，香巧是你和你母亲的人，
所以一定会不遗余力地陷害我。那些香料就是二娘子放进去的，奴婢亲眼所见。你胡扯，血口喷人！香巧，我看你的良心是被狼叼走了，才敢如此污蔑我们家娘子。冤枉啊！奴婢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接着，母亲就会借题发挥。梨儿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我来就行了。这若要是你妹妹，你怎么忍心不顾血缘亲情呢？这难道不就是事实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装着香料的那副耳环是赝品。什么？前几日，我在京城的吉祥楼花了20两银子买了这副耳环。这等成色、这等价格的耳环，整个店里都不多见。而眼下的这只，做工粗劣，别说20两了，就是连1两它都不如。我们的祖母是识货之人，她一看便知了。吉祥楼的出品，确实不可能是这种品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原本我准备送给你的那副耳环，被谁换了呢？你不用再脏香巧，他没那个胆子。胆子都是人喂出来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送给香巧好的东西，好的东西喂出来的，自然就是雄心豹子胆。他心想，我早晚会被撵出去，这副昂贵的耳环迟早会落在母亲手上。那不如留在自己手里。你把人想的也太蠢了吧！你这套说辞，谁会相信你？巧了，有人证。我原本也没有把握香巧一定会换掉，所以我让童儿一直跟踪他。他果然去找了那个专做赝品的匠人。父亲去问一问，什么都有了。那又怎样？一个贪财的丫鬟，怎么就能说明香料就是他放的呢？自然还有物证啊，香料就在香巧的屋子里。若是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告诉父亲，让他去查一查。怎么可能？不是香巧做事不利索，而是这世上之人大多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云霜早就嫉妒他了。夫人给的。知道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，不要坏了夫人的好事儿。你若还记得是我领你进宅的，就不要惹是生非。你领我进宅的又如何？何必总是挂在嘴边？各凭本事罢了。你过得不得意，也赖不着别人。哼！陷害我这件事，若做成了是香巧的功劳，若做不成，你觉得云霜会不会借此发挥，除掉香巧？原来你一早就开始挑唆2个丫鬟。我只是在自保，不多一个心眼。弑母杀弟的江离，如今不又加上了欺母害妹的罪名吗？都这么久了，梨儿到底在做什么？让他们多说会儿话。2个女儿都大了，做又能怎样？既然你推演的这么清楚，为何要单独跟我说？为什么刚才大家在的时候，你不跟他们说？我不想与你为敌，但你也别想赶我走。我回来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再继续办我，我便不会再算了。我要说的话就这些。至于要不要把陷害人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，你自己决定。梨儿从小在真女堂长大，咱们不熟她的性子，她的心定是好的，但这事儿她未必做得稳当。咱们在这外面站着，心里也放心不下呀。哎，父亲，三妹已经好多了。哦。幺儿，现在怎样？好多了，多亏了二姐。耳坠的事情，我们误会二姐了。瑶儿，告诉你啊，什么误会啊？我现在身子有点乏了，
想睡一会儿。既是误会，解了便好。夫人，你也不要太过忧心。瑶儿，你好好休养，都回去吧。娘，钱要给我吧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娘，你让我出疹子的主意一点也不好。钱过去使唤的丫鬟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此事就这么了了？是，听说是误会一场。把二丫头给我叫来。是。梨儿见过祖母。今儿祖母这儿熬了梨汤，这就想起你来了。多谢祖母。来，坐这儿喝吧。听说若瑶今儿病了，她母亲为此叫了你去问话，怎么一回事啊？其实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妹妹身体不舒服。前面的人在传，你起了毒心，送去的贺礼也成了毒物，祖母的心没下。你实话说吧。就是我房里的丫鬟，忙里出了乱子，弄混了我要送给妹妹的贺礼，母亲定会责罚他们。真是懂事的丫头，受了委屈，更让人心疼。今日我喝了梨汤，还有什么好委屈的呢？我记得，你房里头那2个丫鬟是你母亲挑选给你的。张婆婆，你陪梨儿去一趟芳菲院。是。祖母，这是我的主意，你乖乖听话就好。那个女的不在家，这就是我们的天下，咱俩就能为所欲为。张哥、王哥，哎，李哥、赵哥，你们怎么来啦？我们是来抓你们的。上！干什么？抓什么？哎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疼了！哎，松开，松开！别闹！哎，松开，松开！哎，把这2个祸乱宅院的丫鬟拖下去，刑家规。张伯伯是不是搞错了？张伯伯，我们是冤枉的呀！对，拖下去。张伯伯，张伯伯，我张哥、王哥，我们是冤枉的呀！我们是冤枉的。香巧，都怪你！怪我什么呀？走，走，哎呀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哎，不走，哎，冤枉啊！二娘子，我们是冤枉的。不走，二娘子，我们冤枉的呀！冤枉的！让二娘子受惊了，老夫人已经吩咐下去，明日会送丫鬟过来，合心意的再留着使唤。多谢祖母，也多谢张婆婆过来跑一趟，进去喝口茶。这还回话去呢，二娘子歇着吧。好。江离，嘿，哇，你这仗赢得漂亮啊！祖母从来都不会过问家中事务的，这次突然为了你出山了，还帮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料理完了，你使的什么法子？是祖母人心善。祖母是什么眼睛？大伯母那些心思啊，祖母就算猜透了也不会说出来的。这次让张婆婆走了一趟，帮你们全部料理干净了，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再也不会被那些拙劣的把戏给伤害了。还得多谢你，我的好堂兄。景睿，或者叫小瑞瑞也行。反正男人手短嘛，而且你送我的小龟龟我很喜欢哟。对了，我听说你那个菊花茶特别好喝，快带我尝尝。走。老夫人，
那2个丫鬟已经处理好了。明日你去帮着长回眼，挑个明白人送去。是。都长家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放不开手眼？二丫头一无所有的回来，在山里又吃了那样的苦，对她宽厚一点又能怎样？袁柏一心在她身上，都是女人，我又不能说袁柏不好。夫人也是聪明人，想必日后会安分些。借你的吉言吧。老夫人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儿了？这老奴也不是特别清楚，就听说啊，老夫人突然把二娘子给换去了，还把身边的丫鬟给发卖了，说是要送新人进来呢。这是在敲打我呢。但是老夫人呐，也没有深究下去，这说明啊，她不想同夫人翻脸。明明是给若瑶办的机礼，却让那个丫头出尽风头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还要我亲手给她簪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好好尽一尽为人母亲的责任了。夫人是怎么想的？既然她已经簪了发，那她的婚事可要好好打算打算了，免得啊，有人说我怠慢。娘子，奴婢叫白雪。这是她的出身册子，娘子瞧瞧，若觉得好，留着使唤吧。谢谢张婆婆。娘子，我身体壮，力气大，可以负责打扫院子。我看这册子上写着，你家乡是枣花村的。我认识一个女子，她也是枣花村的。那女子叫何名字？兴许我认识。海棠，20出头，家中有2个弟弟。这倒是没听过，不过爹娘倒是在枣花村住的长久。我写信回家，找家里人打听打听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姐姐为何要找那名叫海棠的女子？海棠是我曾经的丫鬟。那件事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，但她消失得很蹊跷。兴许她知道什么，可如今我也不确定她是否也遭了毒手。若是能找到她，当时的真相也许能翘起一块。夫人，夫君，你回来啦？啊，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没事。以后针线上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。这么多年，夫君的衣物我从不假他人之手。这宅里所有的事情都要从这一双手上过。夫人辛苦了，也是嫁人之后才慢慢学起来的。以前在家里，爹娘哪管教这些，只顾着让我练琴。是啊，我们初见时，正逢你父亲在家中摆宴，你献了一曲，至今我难以忘怀。可如今这双手被家里的这些事给磨损了。我这一点辛苦，比起夫君的来算什么？你累了吧？来，喝茶。好。梨儿的事，我总张罗不好。这个母亲，我真做得惭愧。哎，也不能全怪夫人。
离儿虽然在山里多年，但温婉懂事。我想为离儿寻个好夫家。我听闻那吏部尚书的小儿子还未婚配，样貌品性都很不错。门第差了些。这官阶是在夫君之下，不过他本人倒是忠厚，在官场上四平八稳的也不容易。这赵琦也算仪表堂堂，满腹经纶，想必会对离儿好的。离儿养在真女堂，没有正经读过书，从前的名声也不好。这当今圣上推崇女学，哪一家不想娶个知书达理的好儿媳？这一劫，咱们离儿就短了。若是有人为了攀附夫君，白娶了她去，却又处处嫌弃苛待，那不是我的罪过吗？所以，我寻摸了很久，才寻到这赵家。问过他们的意思，是实在愿意的。更何况，离儿有夫君撑着，这嫁过去是断没有委屈受的。夫人说的对，不过也要看看离儿的意思。父亲为何一直看着我啊？我是觉得离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依个婆家的时候了。我才刚回来，父亲就要把我赶走吗？这话说得糊涂。才与父亲相聚，陡然就要提分离，女儿心里难受。又不是逼着你现在出嫁，先相看起来，若有好的便定下，以后再说出嫁的事。你母亲在你的事上费了很多心，总不能辜负了吧？好，多听父亲的安排。姐姐，你说那季舒然为何突然给你介绍梁旭啊？定是季舒然不想让我留在家里，才急着把我嫁出去。那个赵琦什么来历？史前打听了一嘴，说是个才子。3年前在国子监见识，他一鸣惊人，得圣上亲自面询赏赐，只是他不肯入仕。这样好的人，季舒然怎么会让他与我为配？也许不够好的话，主君应该也不能轻易应下。定有蹊跷。那姐姐，你去跟主君说，把他给推了。不好，刚刚他已经说了，这是季舒然的心意，辜负不得。若是我再提，就是不知好歹了。姐姐，如果去找老夫人呢？给妓女寻觅良配，只是急了些又如何？季舒然有错吗？这个没有大错，祖母总不能对他求全责备吧？这件事得靠自己。江相国，犬子赵琦，见过江相国，见过江夫人。不错，果真仪表堂堂。江二娘子好生标致啊！见过赵夫人。啊，略备薄礼，一点心意。请坐。上茶。我们宅里的院子，倒有几处不错的景致。赵公子出来，不如让离儿领着四处瞧瞧去。也好。江二娘子请。
替江离找一个好夫家，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法子。老赵前几年犯了事，投靠到我父亲门下，才得以脱身。父亲捏着他终身的把柄，我讨厌江离，把她嫁去赵家，不用我们，自然有人恨他一辈子翻不了身。江二娘子，召其出访，特备了一份薄礼。这是胭脂？没错，这胭脂呢是由紫茉莉制成，红里略透了一抹冷紫，娇而不俗。这寻常女子倒是配不得，却恰恰适合江二娘子。赵公子如此用心，可惜我无礼还赠。无妨，寒暄至此呢，真女堂一住10年，如今尚能风光回来，想必江二娘子也是个明白人。不如咱们有话直说如何？赵公子爽快，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太好了，那我就不演了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江二娘子，我家中父母呢寄望于我的家中人丁兴旺，所以呢希望以后江二娘子成亲之后开枝散叶为第一要紧。赵公子果然直言爽快，不过你说早了吧？哎呀，是这样，这风月之词我就不便多说了，省得呢你故作姿态，一会儿又欲拒还迎，这几番拉扯到最后还是得嫁，是吧？赵公子从未想过我会拒了你。你还敢拒亲？不可以吗？这笑话，这除了我你能攀到哪儿去你？这自古婚配，看的无非是两家的门户。论起来，我是江家的嫡女，你父亲官居中书令之下，你的枝能有多高呀？我需要攀吗？你不会当真以为你这个江家嫡女的身份，这全天下的男子就任你挑拣了？如今这京城中的子弟是怎么想你的？怕是你心里没数吧？那就请赵公子指教一下了。那我就勉为其难与你说道说道。官宦之家联姻，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彼此的脸面。这样貌才华呢倒是其次，首要的就是女子的清白。江二娘子如何？衣着嘛，俗不可耐；姿色嘛，很是独特，保养不当尽显疲态。至于才华嘛，你在这山野间待了10年，未受过什么教化，所以呢，斗大一箩筐的字你认得几个？至于名声，这弑母杀弟倒是闹得满城皆知啊。如果你是在一个寻常人家，这鸡犬你都得嫁。奈何你现在是一个江家嫡女的身份，倒是可以挑选一些小门小户的庶出子，或是去做个田房。但是就算是你愿意，你们江家丢得起这个脸面？在这京城里呢，五品往上的，人家瞧不上你；这五品往下的呢，你们江家又瞧不上别人。所以，我们赵家今日下了这个定，那是你平日里烧高香烧得好。那这么说，我还非你不可了？那不然呢？如此高贵的赵公子，怎么就愿意娶我这样的人呢？开枝散叶。赵公子年纪不小了吧？这男子到底不如女子保养得宜，我都瞧见你的眼角纹了。真的？啊？不是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说。在京城，像你这样好的公子，一把年纪孑然一身，一心只想着安父母的心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你有相好，又诚不得亲。想不到这江二娘子还挺会说笑的，吃个葡萄。怎么，登不上你们赵家的台面呀？是哪个房里的娘子？你在胡说什么呢你？别人不懂，我懂。年轻的时候啊，瞧见人家坊里的娘子漂亮，私底下收了放在外面，白当了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。明明喜欢，却不敢带回家里。
怕父母训斥你，婚姻大事没个计较。好在年纪还不大，有大把的借口可以拖延此事。如今好了，一把年纪，父母怎会容得你如此呢？你拖延不得，又害怕漏了你私收的外事，所以就不得不赶紧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成亲生子。结果，门当户对的看不上你，他们嫌你人老珠黄、春残花谢。门第高的你够不着，门第低的你父母又不愿，所以你看中了我一个臭名远扬的名门嫡女。说起来是你求我大慈大悲，舍己救人，见义勇为，解救你于水火之中。信口雌黄，胡言乱语，无中生有，一派胡言。哇，赵公子果然盖世之才，饱读诗书，文采斐然。你什么你？赵琦，我之前跟你说了吧，我不会和你成亲的。第一，我眼清目明，揉不得一点沙子；第二，我有别的事要做，我嫁不得人。你去了这门亲事，否则哪天我性子来了，带着家里人去找你的外室，送到你们赵家。此刻，你是在威胁本公子吗？谈不上威胁，了结你我亲事而已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才是威胁。赵琦，听好了，没有倚仗的娘子你随意玩弄，家世好的娘子拿去给你赵家传宗接代，这个道理我没听过。今日你这么对我也就罢了，倘若日后让我知道你再用这种做派去对待其他娘子，大不了都抖了出来，我让你赵家在这京城抬不起这头。走吧，再说下去，怕不是要原形毕露，不堪入目了。我这明明日都有保养的。哎呦，这两个人去了这么久，怕是相处的不错。唉，赵公子他仿佛不中意我。什么？对，母亲。这门亲事，咱们再商议商议啊。姐姐好生厉害，你是如何知道他有相好的？我曾有一位故友，就受过这种人的伤害。自从有了平安，他就再没碰过我，整日跟那相好的在外面喝酒快活。啊，薛娘子，我跟你说这些还真是不好意思。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已经有了平安，他家也有了后，他即便再风流快活，父母也管不了。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了，倒是你，一定要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才是。这种人，为了传宗接代，就盯着女人的肚子，简直无耻。女人啊，一步踏错，万劫不复。可男人呢，风流成性，他家里人还拼了命的为他遮掩，令人不齿。可是季舒然现在已经起了把你赶出家的决心，而且婚姻之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今天走了一个赵公子，明天又来一个牛公子、马公子，这以后该如何是好？想要在这江家留下来，还得找别的出路。什么路？走出去。哎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杨松涉嫌勾结盐商，偷买官盐，我等奉命将其所拿。宅中都是内眷，就算是暗卫，也不能就这么擅闯进去。杨夫人，既然有女眷，我们就不进去搜了，劳请夫人把她请出来。苏国公，
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我夫君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他一辈子为官清廉，这外头的东西进不来，家里的东西倒是被他折腾出去不少。这样的人怎么会犯法呢？夫人坐。坐吧，夫人。我信夫人不知此事，这样的案子我查的不少，到后面连刑部都判了，妻儿还在哭那罪人两袖清风。殊不知，这一哭，连圣上的嘉恩都辜负了。天子一怒不赦妻眷，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哪里？夫人知道吗？成了奴籍，关在教坊司里头，到死也不明白是谁辜负了他们。妻妾也就罢了，可怜年幼的子女成了奴，前途都没了。杨松在哪里？认罪书。中计了。陛下，盐铁司出了此等蛀虫，实乃臣之失职，臣甘愿领罪。但在此之前，臣恳请陛下给臣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臣定严惩盐铁司上下。肃国公为盐铁司揪出蛀虫，下官不胜感激。孔判官不必给我戴高帽。我费了这么大劲，才替你们抓到一条小蛀虫，我如此无能，这罪不如我替你请。私盐一案，肃国公有功。至于盐铁司积弊已深，整肃非在朝夕之间，但恐卿往后需以此为戒，慎之再慎。臣定不负陛下圣恩。退下吧。沈清，臣在。先前科举改革一事推进的如何？回禀陛下，臣已着手废除了举子玉头行卷以及弓箭，以试卷定高下。新的胡名制也已在最近的届试当中推行。明年科考，各大考场将会沿用新制。另外，已在京城附近的几个县城设立驿站，为进京赶考的寒门学子发放弓券，补贴进考费用。此策推行之后，百姓皆为振奋，考生人数与日俱增。陛下，沈学士想给寒门弟子机会是好事，可是增添新规，取消行卷之后，考官的负担会加重。臣可是听闻在届试中就出现了几宗误判，考生闹上了衙门，京城驿站也出现了混乱拥挤的现象。科举3年一次，以一次考试定取舍，难免会出现优秀者落选而平庸者入选的情况。若主考官能通过行卷事先了解到部分有真才实学的考生，就能更心中有数，贸然废除，怕也是失了部分公义啊。心中有数，是对考生的真才实学有数，还是对考生的家世背景有数？陛下，臣以为，既然欲投行卷会给考生与考官勾结之便，废了便是对的。至于李相国所言之事，错不在科举新制，而在学政。选派官员充盈学政，以应新考，这才能除根本之弊。新制出世，难免有所缺漏，一一补齐即可。若欲掣肘，就只顾因循旧习，那历朝历代之变法，便也行不通了。沈清，放开手瘾去做。谢陛下。既然说到了科举，不妨议一议中央6学。国子监6科连年岁试，显才者诸如赵岐等，又志不在做官。至于明义堂，初建时我朝兴盛女学，近2年也有所懈怠。今年的2所岁试，朕主意沈清主持，好好的替朕过一眼，拔擢些志存高远，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。臣领旨。是。
朱君，就该让那姓孔的老狐狸坐在咱们行凳上蹭蹭皮。他仗着两袖清风的扁，才长了这么多年的盐铁丝，如今还动不得他。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监守自盗，让那姓杨的来交代？那姓杨的，他就是个卒子。这个是今年上好的茶，孔判官尝一杯。茶洒了可以再倒，但尾巴被别人拿捏住了，可就不好挣脱了。是我大意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盐铁丝已被我上下刷了个干净，他萧恒查不出来的。但愿如此。父亲，父亲，知道我叫你们来是做什么吗？盐铁丝这边的银子断了，那边又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补齐这个窟窿。从哪儿下手？叶家。叶家和江家可是姻亲啊。自从江月柏续弦之后，叶真真之女江离被送去了真女堂，叶家、江家两家便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叶家虽然富，却富而不贵。前年，叶家想尽办法让他的儿子叶世杰走了共监的头，进了国子监，与我们一同考夺，拿捏了他，不就拿捏了整个叶家了吗？早就想好了，为何不行动？叶世杰为人孤傲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。我自会为你们铺平道路。是。怎么不喝酒啊，沈郎？敬殿下。沈郎连端酒的姿势都是如此好看，敬我就算了。今日设宴是我为沈郎办的，听闻圣上让沈郎主持国子监和明义堂的岁事，沈郎果真是贤才啊！谢殿下。两处都是我朝贤才进学之所，我必用心为圣上好生斟酌。这若是寻常的考核，该多没意思啊！不如来一个联袂角逐，让国子监的公子哥和明义堂的娘子们自由组合，那该多热闹呀！想想我都很期待。不可，这毕竟岁事，非同儿戏。标新立异有什么不行呢？若依殿下所说，学生们难免结党成派，日后就是党同伐异，谋取私利。而那些原本有真才实学，却不善交友，又少有家世背景的人，也许会因此遭到埋没。此事对我朝官政清明不利。哦，还真是个白衣无尘的少官人。我不喜欢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话，我不舒服。跪下。殿下。跪下。如果没有快乐的记忆，怎能穿越悲伤的境地？两句槟榔，无情的争取，牵着手。